前世我被太子醉酒宠幸后，太子四处寻找那晚承宠的女子，但在好姐妹的劝说之下，我没有承认，可他却代替我成为太子宠妃，对我好的嬷嬷被他诬陷偷盗乱棍打死，我求他放我出宫，却被他和郡主用药毒死。崇拜一世太子的宠爱，我要他们的命，我也要。你们都是仿秀阁的宫女，昨个晚上谁去了仿秀阁后面的凉亭，落下了这方手绢？此话一出，整个仿秀阁的宫女都开始窃窃私语。你们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太子殿下宠幸了咱们仿秀阁的一个宫女，谁这么好运气？那他岂不是要飞上枝头做凤凰了？在高公公的示意下，大家安静了下来。而这次我没有丝毫犹豫，抢在贵阳前面，对着高公公一一拜，回高公公，这方手绢是奴婢的。前世高公公把贵阳直接带去了东宫，很快他便被排为侍妾。之后，皇后娘娘赏赐了无数奇珍异宝，听闻太子殿下更是为了他当众斥责长乐郡主，从此她成为了东宫唯一的并且最尊贵的女人。哪怕只是个侍妾，就连最刁蛮任性的长乐郡主也得给她几分薄面。与前世不同的是，这次高公公并未多言，只是俯身向我行礼后，与其他侍从行退至侧方。正当我疑惑不解时，只见月牙色的袍子从后方假山冒出，我听见他说：“齐昭，你可愿入东宫？”来人，手握折扇，正是太子裴之奇，皎皎如明月，令人忍不住心生向往和妄念。回忆起那夜月光下的动情，我被他压在身下，任由他索取，犹豫般的手指擦去我眼尾的泪。我的心莫名于乱，正对上他的眼睛，青丝伴随着微风轻轻拂过他的衣袍。太子的出现是前世没有过的，前世今生除了那荒唐的一夜，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见过他前世。我以为杜央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除了孟萌萌以外对我最好的人。我因秀艺出众，又不善言辞，经常遭到其他人的冷嘲热讽。每当这个时候，贵阳就会帮我反击回去，而我也会帮他做些绣品作为感谢。可是自从他顶替我成为太子宠妃后，我没有等来他放我出宫的消息，却等来了孟嬷嬷的死讯和那晚置我于死地的砒霜。要怪就怪你命不好的了。殿下的宠幸，归央冷着一张脸，那张原本甜美的脸逐渐变得扭曲，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实话告诉你，这也是长乐郡主的命令。他让旁边的太监摁住，我亲手将砒霜灌入我的口中，全然不顾往日半分情谊。你还不知道吧？那个老钱婆原本不用死的，本要说是你偷了长乐郡主献给皇后用作吉服的明珠，她为了护住你，说是她偷的，她从前就看不上我死了，真是活该哈！哈哈哈哈！意识逐渐模糊，我痛得在地上不断翻滚，毒发之时，我仿佛肝肠寸断，痛入骨髓。我不如意你，也别想活着。我恍惚的听着这尘世间的一切，仿佛离我越来越远。我始终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没有见过这天地间的大好河山，没有帮助孟嬷嬷做出世界上最好看的绣品，甚至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记忆。现在我所有的憧憬全部破碎了，连对我最好的人也死了。最终，我只能呕出一大滩鲜血，死后被悄无声息的扔进乱葬岗。再次睁眼时，回到了改变命运的那一天。再对上归央焦急心虚的眉眼，还有他那藏在身后扯皱的衣角，心下了然隐去嘴角的冷笑与恨意奴。必仰慕太子殿下已久，自然是愿意的。那之后，太子殿下看上一宫女的消息传遍六宫，传闻自宋将军通敌叛国，举家流放后，曾经盛宠一时的皇贵妃也随之自尽，而他太子的未婚妻那位宋家小姐在流放途中因病身死。听闻此噩耗，年仅12岁的太子大病一场，险些没挺过去。至此，太子再无心请来皇帝，对于太子婚事始终有愧，也就由他去了。如今10年过去了，太子已经弱冠，却连个侍妾都没有，同龄的世家公子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因此所有人都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能够成为太子的第一个女人。就这样遵皇后懿旨，我来到了凤仪宫。皇后娘娘，我看她姿色平平，竟然也能得太子殿下青睐。宠冠后宫的兰贵妃果然如传闻中的艳丽非凡，面若娇花，说话也丝毫不留情面。可我只是略微俯身见了个礼，便平静乖巧的任由这些上位者打量。旁边其他妃嫔也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唯有皇后的脸上始终平淡如水，仿佛一切尽在掌控。而她的嫡亲侄女，具有大宁第一美人之称的沈氏一族，嫡女长乐郡主沈沉鱼正居高临下的侧目斜视我姑母，她做侍妾也就罢了，这样星号的身份，怎么配得上太子表哥的侧妃之位？的确，哪怕前是我死之前，归央在受宠，也只是太子最宠爱的事情而已。虽然不知道裴之奇为何会对我感兴趣，还给了我侧妃的位置，但我始终不敢轻易相信男人浅薄且无缘无故的爱意，更何况论姿色，我也只能算得上是清秀。我能做的是利用他目前给我的宠爱，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守护我想要的人。陈瑜，你太子哥哥喜欢便是配得上的，你将来若为太子妃，一定要大度，不可争风吃醋。没了身份，皇后刚饮完茶，擦了擦手，淡淡道。她瞥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看模样是个乖顺的。听说你梅琪招入东宫以后，一切要以太子为主，紫色特别重。皇后回眸吩咐她的心腹赐招侧妃翡翠手镯1对红宝石头面1副珍珠1壶黄金100两。皇后不愧是中宫之主，恩威并施，正如她忌惮羽翼丰满的太子，害怕太子脱离掌控，但又因皇宫之中子嗣凋零，同样不得不依赖于他奇招，哈哈哈，太子还真是深情啊，一个两个的都这样。兰贵妃举着酒杯，笑得癫狂，毫无形象。兰贵妃，你醉了。皇后皱了皱眉头，随即又转向我道昭侧妃，如今太子房中只有你一人，这2人便随你一起入东宫伺候太子。我算是明白了，原来太子早逝的未婚妻焦宋昭，我意识到太子的宠爱果然另有隐情，初见太子时的悸动早已被我克制。我没有理会兰贵妃的嗤笑，更没有在意传闻中太子的往事。面对皇后的敲打，我只是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替身又如何？既然我已经决定入东宫，不管他之前喜欢谁，今后又会有多少女人，我都不会放在心上。我只要他爱我，给我尊贵的地位和泼天的权势。多谢皇后娘娘考虑周到，臣妾明白。我自知从前的我虽算不上什么恶人，但经历过生死，就会明白有仇必报这4个字。为此，在去东宫之前，我打算带上归央，我要他像我从前那般失去所有绝望的死去，先给予他希望，然后再慢慢敲碎他。昭昭，你不是想出宫的吗？归央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他看见我回到纺绣阁，立马殷勤迎接。我无视他的目光，径直走进了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本来是的，但我喜欢太子，一见他就移不开眼，就想留下了。我装作不懂归央语气中的不甘，随意敷衍着。说罢转身便假装离开，却被他拽住了衣袖。我没有错过他眼中燃起了的野心和贪婪，自然会如他所愿。前世我确实对嫁不嫁太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哪怕是失身给太子，我也没有太大的感触。因为在潜意识里嫁入皇宫似乎会让我感到恐惧，比起在宫里和一大堆女人抢一个男人的宠爱，我更想要出宫和得到自由，因此在归央的劝说下，并没有承认内瓦的女子是我，哪怕她最后得到了无数人向往的权势和地位，我也仅仅只是想出宫，而没有想过要揭发她。但那我现在发现，当太子的宠妃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权势真是好东西，比如归央拼尽全力也要得到长乐郡主费尽心机也要嫁入东宫，他们用权势杀死我，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而现在我也可以利用太子的宠爱得到权势，然后一点点打碎归央的希望，磨灭长乐郡主的骄傲，打发好归央。我满意的走出房门，此时春意正浓，心情正好之际，却惊讶发现不知何时，裴之奇竟站在门口的梨花树下，发梢和肩上沾上了少许落下的梨花，却浑然不知，也不知他到底站了多久。小昭，原来你一见到我就移不开眼，是因为你喜欢我。有些错愕，他低眸凝视眼底，流露着我不懂的快要溢出来的情愫。殿下何时来的？从小昭说喜欢我时便已经来了。回答，姑什么喜欢姑吗？他一本正经的模样，看起来似乎有些委屈，我也有些想笑，没有犹豫，直接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怎么会不喜欢呢？既然下定决心要做太子的女人，怎么能不喜欢他呢？我轻轻的抚开他发上的梨花吻了上去，这唇很软很柔，像雪白的梨花。他错神片刻，随即加深了这个吻。这一刻，情愫与算计混合在了一起，伴随着洋洋洒洒的梨花，我也分不清究竟是什么让我想一直吻他片。上课后，我快喘不过气来了，昏昏胀胀的，便捏了捏他的袖子，殿下怎么来了？我想问我的妻子为什么愿意收皇后的。那2个宫女见我迟迟不回答，眼眸的光肉眼可见的暗淡了几分，可更想见他，于是我就来找他了。他微垂眉眼，那双本该多情的桃花眼，却没有一丝的玩世不恭，只有着无比的认真。我的心莫名一软道，因为我相信殿下想要殿下亲自处理。知其正主似乎没想到是这个回答，随即眸中溢出点点笑意，梨花簌簌，散发着我没觉察到的温柔缠绵。小昭，我陪你去见孟嬷嬷，我们带她一起回家。他揉了揉我的发，而后十分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捏在手心。我想他大抵是对这本十分满意的孟嬷嬷被我们接到了东宫，思念如潮水般奔涌而出，强烈的情感让我完全忽略了裴之奇是如何得知孟嬷嬷对我的重要性。我想嬷嬷了，很想见她，想听她喊我。昭昭回想起前世孟嬷嬷的死讯，我的指尖颤抖了一下，我不由得回握了她的掌心，很暖，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浮木，自我有记忆起就在这宫中的纺绣阁学习刺绣，在绣帕和各种衣饰上给宫里的贵人们绣上当下最时兴的花样图案。据资历深厚的老嬷嬷们所说，我应该是因为家嫔被卖进宫的刚来纺绣阁时还大病了一场，失去了之前的记忆，只记得自己叫昭昭。记得我病刚好的那年除夕，我看见平日相熟的宫女姐姐们都开心的背着包袱离开了纺绣阁回家，她去探亲，于是整个纺绣阁都空荡荡的，灰蒙蒙的，大家仿佛都有归处，只有我眼巴巴的望着窗外，感到茫然。
天地之大，但我好像无处可去。无论是这宫墙内还是宫墙外，我都人可疑。小小的我似乎被所有人遗忘，也没人给我送。范天一整个除夕都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是孟嬷嬷想起了我，给我煮了碗面条，从此我的心里被装得满满的。这事不论是谁都别想伤害他。昭昭后宫险恶，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一定要谨言慎行呀。看着孟嬷嬷焦急担忧的面容，我不由得鼻头一酸。当所有人都在羡慕这触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极恨，我得到了太子宠爱的时候，只有孟嬷嬷担心的仅仅只是我的安危。我知你自小是个有主意的，但归央那丫头过于浮躁，从小又心气儿高，你带上她，恐怕是连孟嬷嬷都看出了归央的不妥。我不禁懊恼，前世的我真是愚蠢，竟然会轻信于她。我拍了拍嬷嬷的手，让她放宽心，还好太子殿下是喜欢我们昭昭的。听闻此话，我的内心闪过一丝复杂，虽然我猜测自己可能是宋朝的替身，但好像不需要我刻意去勾太子，也确实对我有几分情谊。回想起那日身份尊贵的太子殿下，无比礼遇一个普通的绣坊老嬷嬷，他说我所珍视之人，亦是他所珍重之事。他目光灼灼，眼神坚定地望着我，向孟嬷嬷保证，小昭是我唯一的妻子，我一定会护她爱她，说没有任何触动是假的。可是情爱对于我来说还是过于奢侈，我没有家室，他的宠又能维持几时？哪怕他真的喜爱我，我又怎知自己不会和先前的宋朝一样，渐渐被他遗忘？我不敢赌重活一世，我不愿意被情爱所拘泥。我并非通透之人，但人生在世，不是只有情爱，我可以爱他，但不能只爱他。作为侧妃是不可能有婚礼的。但我入东宫那日，整个东宫都被裴之奇布置得喜气洋洋，很是用心，绯红的衣袍垂落在我面前，果知即将要发生什么。耳根蓦然发热，回忆起梨花树下那个缠绵悱恻的吻，我想他一定也会喜欢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是真心想要感谢他，也是真心喜欢他的，但我更想要他爱上我，因我动情，成为我复仇的筹码。于是我主动附上红唇，解开他的腰带，他呼吸一滞，随即衣衫尽解红烛微夜小昭，这次我会小心的，你若不欢喜，我便停下。这次果然没有之前的痛楚，甚至还平添了一丝欢愉。意乱情迷之下，我隐约听到他喃喃，小昭，再等等，我要你成为我名正言顺的妻。孤妖随我来东宫已经数日，在我的特意纵容下，他已经骄纵的不成样子了。他穿着我送给他的用那最时兴的云锦缎制成的衣裙，衣裙上面还绣满了大片繁杂的花纹。看着他训斥宫女的模样，早也是一副主子的架势。每见到裴之奇时，他便含情脉脉，甚至还会主动准备针线，美其名曰帮助我给太子绣香囊。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遗憾，因为裴之奇对这些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鱼，于是我只能帮他了，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那个香囊我亲手给裴之奇系上了，这是臣妾亲手绣的香囊，希望殿下随时带在身边。相处多日，我深知太子不会拒绝我这种小小的请求。如我所料，裴之奇并没有多问，反而郑重地答应了我，这让我竟有些许愧疚。宫里难得开宴，当今陛下子嗣凋零，只有太子一子李贵嫔所生的长女和皇后所生的小女儿那韩贵妃有孕，陛下老来得子，高兴之余昭告天下，普天同庆。平日威严的帝王此时笑得开怀，皇后依旧端庄得体，只有兰贵妃奄奄的，仿佛什么都提不起她的兴趣。虽然宫宴规矩多了点，但的确是交际的好时机。我含笑应付着贵女们的恭维。贵阳原本在给我斟酒，但当看到太子腰间了的香囊时，眼睛都直了，以为太子对自己有意。贵阳酒药也出来了，我也提醒道，他陡然一惊，这才回过神来收起玉壶，但仍旧念念不舍地望着太子殿下做着荣华富贵的美梦。我含笑而不语，更没有错过席下长乐郡主想要杀人的目光。虽然从始至终，裴之奇的目光一直跟随的是我，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但是从长乐郡主这个角度可就不好说了，我借行酒离席，阻止了裴之奇想要陪我的想法，于是我装作不胜酒力的模样，未央区域膳房给我拿醒酒汤，在他临去前故作晕眩，大声嘱咐他归央，本宫困了就先回去了。还有你绣的香囊，殿下很喜欢本宫，回去要好好赏你。余光瞥到一袭紫衣的长乐郡主和跟随在他身后的黎奴，我一下了然知道贵阳今晚必定不会好过。长乐郡主沈晨瑜有着沈氏一族所独有的狠辣，相比于皇后，她的手段更加直白阴狠。前世他们两个狼狈为奸和谋害死了我今，一生希望归央能够承受住沈晨瑜的怒火，可不要轻易就死了。目送归央离开后，我缓缓抬起头，朝着沈晨瑜走去的方向璀璨一笑。果不其然，没多久就听到长乐郡主尖锐猖狂的声音，你是个什么东西？本郡主看你眼珠子都要粘在太子殿下身上了，以为本郡主瞎吗？怎么想齐招那个狐妹子，就你本郡主同样也不会放过她，你不是喜欢勾人吗？本郡主让你勾个够礼，足把她给本郡主绑了，扔给姑母宫中的太监，就说是本郡主赏赐的，我听够了。墙角刚出来就撞入了一个熟悉怀抱，小心裴志奇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臂，声音清冽，
我抬起头，不小心往后退了一步。裴志奇怕我站不稳，死死护住了我。小昭，我来寻你回东宫的马车上。裴志奇把玩着我的头发，漫不经心地问我，现在小昭可以重新给我换个亲手绣的香囊了吗？我愣了下，虽然没想瞒过他，但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知道了。我利用他，我自知理亏，犹豫半晌想要道歉，但裴志奇打断了我，他认真到不用解释，小昭，你的一切我都知晓。他说我的小昭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我捧在心尖上的姑娘被你利用，是我心甘情愿。见我呆滞，他无奈摇了摇头，只是我的小昭可不可以多依赖我一下你想做的事情，尽管去孤独，给你撑腰。三色感有那么一瞬间涌上我的心头。我第一次认真打量他，他是一国储君，是我的夫君，如今却愿意乖乖配合我，算计他人。记在心上的弦仿佛断开了几根，似乎我现在并不是无人可依可，是我只是殿下的侧妃，本该驾驭殿下的是宋朝，而不是我齐昭。我揉了揉身侧的裙摆，自知这话有些矫情，声音有些发紧，哪怕没有他，还会有其他贵女，时机已经成熟。小昭，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从未有过别人，不管是宋昭还是齐昭，都是你，也只有你我的心一震，原来我竟是宋昭。更让我惊讶的是，我似乎无比容易就接受了齐昭是宋昭这件事。我既是宋朝，也是齐昭，我想要坦白，可是殿下，我不知道我在成为齐昭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对于情爱之事，始终无法像殿下这般驰骋。原来爱竟让人如此矛盾，我握紧了拳头，抬起头，第一次郑重地喊了他名字，裴之奇，我可以相信你吗？你说是我变性，这次并非我如之前般故意引诱。话音刚落，裴之奇主动吻了吻我的眉心，你是我此生唯一认定的妻子。上琼帝落下黄泉，生生世世绝不相负。他朝我靠近，俯下身，车厢拥挤，我想向后靠，却被他一只手拦住，手指拢入我的发里。他把我禁锢在怀中，不能动弹，随即温柔地和我唇齿相贴，一点点地深入。小昭姑是你的情动之时，桌上的瓷器不小心被扫落，碎了一地。我的小昭，你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我的目标从始至终和你一样，奄奄一息的归央，被一颗人参吊着扔回了灯宫。沈晨宇果然疯癫，明晃晃地向众人展示勾太子的下场。当我看到归央的第一眼时，我知道他也重生了，没有滔天的恨意，只有平静和复杂。可遭受星号后，不该是这样的眼神。我将手里的砒霜放到了桌上，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被星号玩快要死的时候，他面无表情，淡淡道，那样的平静，仿佛被星号的不是他自己。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表情有些动容。突然他问我，你还记得沈园吗？沈园，我依稀记得是个对归央很好的姐姐，是皇后的家，生子说归央，手上的胎记让他想起了自己在宫外的弟弟，可惜后面不知怎么就没了。我见过他的尸体捞起来时被井水泡的浮肿，见我没有回答他，他便自顾自的回答，他是被长乐郡主下令投的井，沈晨瑜就是个疯子，仅仅是因为他为沈晨瑜晚发时不小心摔落了他的发簪。从那以后，我便发誓，我一定要往上爬，我要做刀俎，绝不做任人宰割的鱼肉。他平静地叙述着，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只是个绣娘，将来最多也只会社长是姑姑，生死也就是贵人的一句话。正如前世的你，这两世的我，我是恨过你，但我更恨沈晨瑜。他变得激动起来，手舞足蹈。我深知他是回光返照，前世太子从未宠幸过我，更不会护住我。他从来都知道承宠的人是你。听闻此话，脑海里的某些东西愈发清晰起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脉络。回想起那日裴之奇与我的坦诚相待，我明白了，原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认出了我是宋朝。他接着又感慨，我承认我爱慕虚荣，贪图富贵，但那又怎么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只是想过得好罢了。他拧开装满砒霜的瓷瓶，顿了顿叹，也不想像沈园姐姐那样生如草芥般随意死去罢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吗？他喃喃自语道，可我杀了你后，我的家人还是被他给杀死了，一个没留，太子殿下也杀了我，为你报仇。说完这些话，贵阳似乎彻底认命，他仰头饮下砒霜，这是我第二次喝了，真难喝，下辈子我想做个好人，不想再喝这个了。前世之事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和孟嬷嬷，可气我杀不了沈晨瑜了。他笑中带泪，似乎终于可以解脱。放心，沈晨瑜他会下去陪你的。我最后一次扶上了他的眉眼，将诱使他曾安慰我那样替他理了理病变的发现，冰雪从他嘴角慢慢流了下来。我知道他的五脏六腑已经完全被剧毒侵蚀。小心沈晨瑜身边的黎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最后的遗言是为了提醒我过往种种，随着归央身死我与他的两世恩怨也就此消散。我吩咐心腹去宫外寻棵梨花树埋了吧。记得少时我和归央曾憧憬过，以后出宫要一起开个绣房，门口栽满梨花树，梨花那么好看，花瓣看那样的雪白洁净，正如当年的我们一样。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渐行渐远，眼里再也没有儿时的澄澈和透亮。风雨来临之前，总会是平静的。
御花园里，皇帝正在陪兰贵妃用剑，头壶猝不及防，剑破空而出，直直向我飞去，准确无误地插入我的胸口。是皇帝，他要杀我！我瞬间被击倒在地。在一时陷入混沌之前，我似乎意识到宋家流放可能和这位九五之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远处，不陪着齐木炼狱刺朝着我所在的方向焦急狂奔而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鲜血洒了，他一脸满身都是，我好像吐出来了什么东西。意识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皇帝与兰贵妃恩爱有加的画面，但最后过去发现兰贵妃决绝地自刎在了皇帝面前。我想起来了，不，这根本不是兰贵妃，是我姑姑死去的皇贵妃宋淑兰。而兰贵妃的那张脸几乎和我姑姑一模一样。我猛然惊醒，胸口像撕裂了一般，疼痛不已。我想起我吐出的是什么了，那是多年前一个江湖郎中为了感激我宋家的一番之恩，赠予宋家的玉骨，据说能改变人的容貌，让我忘却痛苦的记忆，还能在生死攸关之际挡住身体外部的致命一击。玉碎平安玉骨亦是同样的道理，玉骨救了我一命，现在玉骨已经从我身体里消散了。记得阿爹原本是把他给的姑姑，让他必要时用来保护自己，可姑姑知道皇帝想要杀我后，让我吞下并躲在床底，不要出声，然后姑姑死了。我害怕极了，始终没想通往日里对姑姑极好的皇帝伯伯要那样对他和我们整个宋家。没能等到姑姑的亲信接应我出宫，我自己偷跑了出去，大病一场，结果又阴差阳错的留在了宫里。这么多年，7岁前的记忆在慢慢恢复，容貌也在悄悄变化，看着旁边一脸紧张的裴之，我想他和他的父皇终归是不一样的。我枕在他的肩上，告诉他阿琪琪招的意思是以汝之名冠我之姓。失去记忆时，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嫁给你一直以来是我从小的念想。兰贵妃死了是自尽的一纸诀别，一尸两命，和我姑姑同样的死法，用刀割开了自己的脖子。她死之前来过东宫，我不知道裴之奇和她说了什么，只知道那日她临走时仔细端详了我的脸颊，喃喃道，还真有点我年轻时的模样。可惜我都忘了以前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不知道表哥他还认不认得出我没有以往的跋扈和嚣张，只是用纤纤玉指描摹着我的眉眼，似乎在透过我回忆什么过往，不知想起什么。他温柔满意一笑，宋家小姑娘，按辈分我应该算是你姑姑的远房表妹，我叫薛清河，她的名字很美，这是我对她最后的印象。太子，你别以为朕不敢动你，你明知朕多期盼能与兰儿有个孩子，白头偕老。兰贵妃死后，皇帝震怒不已，父皇，您糊涂了，皇贵妃早就被您逼死了，她也从未被允许孕育过皇嗣，现在你还要杀她唯一的侄女。裴之奇冷冷道，因为兰儿，朕放过了宋家所有人的性命，已经是朕最大的让步了。但宋昭从小就迷惑了大宁储君，所以他必须死。当年之事，沈宋两家其实都是帝王之树下的棋子，明明是宿敌，却有着同样可悲的命运，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罢了。正是这天下之主，没有任何人能威胁朕的江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男儿不行，宋昭更不行，你干了什么？回父皇，您纵容沈氏杀死了陈母妃，现如今又想杀儿臣心上人，那臣便只能投桃报李，告诉贵妃娘娘，他青梅竹马的表哥早就被您杀死。裴志奇讥讽地看着他快要吐血的父皇，又道贵妃娘娘因您一己私欲，被家族用表哥性命威胁，才答应入宫。如今得知真相，您猜他会如何？皇帝终于吐出了口黑血，擦了擦手，看着裴之奇，大骂道：“真是镊子不好了，陛下太子殿下！”沈家反了，前来送参汤的小太尖尖叫着，吓得直接摔碎了手里的汤盅。皇帝没有怪罪，无奈挥了挥手，随即猛灌了桌上一杯冷却的参茶。最后只是拍了拍裴志奇的肩，父子二人对视了一眼，这也是父子俩最后的一次交流。来人传真旨意，沈氏一族意图弑君谋反，不知嗨嗨大宁自高祖起就致力于削弱世家，扶持庶族，主张重武轻文。长此以往，这导致是庶两族的平衡再次被打破，庶族的兵权已经严重危及到了裴家的皇权江山羽，是当今陛下下很大一盘棋。先是扶持世家中的沈家，封沈家嫡女为后，又立宋家嫡女为皇贵妃，钦点宋家孙辈宋昭为太子妃。这个时候灵皇后有孕，如此沈家可能会有一个皇室血统的皇子婢，定会不甘，而太子作为皇后的养子，身份也会变得微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沈家毁了宋家的根基，使宋家绝无造反的可能，皇后也绝不能被允许生下皇子，沈家只是作为磨练太子的一把利刃，更是自己制约世家权衡庶族的工具。之后他要利用自己唯一的继承人逼沈家谋反，如法炮制灭了沈家。如此100年内，不管是士族还是庶族，都不敢轻易妄动，皇权将达到顶峰。他要到裴之奇会算计自己这个父皇为宋昭和他母妃报仇，不过这样他必定要动沈家，沈家也不可能成为他日后登基的外戚。而裴之奇也了解自己的父皇，因为对皇权的看重也不惜一切代价的对付沈家。
这场父子间的博弈以自己被迫妥协为终结。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但他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为了皇权至上，不惜以身入局以死，赐成就太子的帝王之路。大明王朝的主人吐出了最后的鲜血，回头最后看了看他的帝国，他的儿子罢了罢了。宋家反正不复当年，宋朝一世就随他去了。随着桑月的响起，他讲们用雌雄莫辨的声音哭泣喊道：陛下薨了，前来救驾。平乱的臣子此时都跪在地上，对着裴之奇高喊：沈氏一族男丁已全部伏诛，请太子殿下登基，主持陛下丧仪当。皇后将所有的命妇和贵女聚集凤仪宫，美其名曰为兰贵妃祈福。往生时，我便意识到了事态的不寻常，于是我悄悄派人告知裴之奇要早做准备，并分出一拨人马去了宫外果部。既然皇后控制了宫中禁军，打算用臣子们的家眷威胁他们，帮助沈家谋反，甚至打算割掉我的小拇指，以我来威胁裴之奇退兵。我冷笑，本宫看谁敢，外面的禁军已经全部被太子的人马控制住了，且我不慌不忙将手上一枚通体发绿的玉佩扔给皇后。据说这是朝阳公主从小带在身上，从未离手的。不过她满脸惊惧，又扔了把匕首，直接给她决断。我走近附耳皇后，娘娘，如今沈氏一族已是穷途末路，您选一下吧。只是您死，还是您想我陪您还有朝阳公主一起死呢？我看着从未如此失态的皇后，微笑道，你要是不想公主活了就往臣妾身上痛越深越好，那样公主也会更加惨烈。你还要继续吗？提到朝阳公主，皇后终于崩溃。这么多年来，本宫为了中宫体面残害妃嫔皇嗣，为了沈家荣耀杀母夺子，她这一生已经为沈家做得够多了。她自出生起就一切以沈氏荣辱为重，午夜梦回之时，总能看见那些被她害死的冤魂向她索命。朝阳是她盼了多年的孩子，她一直把朝阳保护得很好。她从无数次和心腹感慨，还好本宫的朝阳是个女孩，可以活下来，只可惜她有我这样无能的母亲。可怜她只能从小病弱用药吊着。明明是嫡出公主，10年来一直在宫外别院养病，从未享受过半分皇家荣耀，最后又要因母族之过牵连，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她拼死生下的女儿一定要护住她，本宫愿用自己的命换了朝阳。她拿起匕首，顿时血溅当场，耳边响起贵女们惊恐的喊叫。她在宫殿前把朝阳藏了起来，可惜终归是棋差一招，只是最后再也不能看见她的小朝阳长大了。臣妾答应您，朝阳公主依旧会是大明最尊贵的嫡公主。皇后死后至此，沈家老又包括沈沉鱼在内的所有女眷全部入狱，等候发落。那么现在就只有那最后一件事了。当我看到黎奴手上那块和龟央相似的胎记，调查完他的生平后，我就知道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足以毁灭沈沉鱼的事情。贵阳死前曾提醒我，我便注意到了沈沉鱼身边那个最忠诚的黎奴，以及某些沈沉鱼自己可能都没发现的感情。于是我故意放走了黎奴，因为他一定会来救沈沉鱼。他要沈沉鱼活，就必须得有一个分量极重的人质，我一定会是最好的选择。我瞒着裴之奇遣走了身边大量的侍卫，方便林奴来找我。醒来时，我已经被带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随意被扔在了地上，而黎奴正在小心翼翼地给沈沉鱼颠被角。我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随即故作愤恨，惊惧地直接从头上拔下发簪，往他身上呲了过去。黎奴下意识地用力掐起我的脖子，向上提。我满脸通红，挣扎着断断续续地故意大喊着，李满，你知道你姐姐李媛是怎么死的吗？是你亲手杀死的人，在濒临死亡之前说的话。他不得不下意识思考怀疑，可能不行，似乎回忆起了什么。林奴掐住我脖子的手指有所松动，紧接着神情开始动容，抱起头露出了痛苦的神色。我大口大口的喘气，我知道我又赌对了。黎奴的表情逐渐变得茫然起来，因为他记起他杀的众多人中有一个奇怪的女人，那个女人在给他的小郡主晚发时摔了簪子，于是郡主大怒，让自己把这贱奴扔井里。奇怪的是，在被他投井之时，原本挣扎激烈的女人突然再也没挣扎了，似乎是因为看到了他右手内侧的胎记，想起女人临死前惊讶又绝望复杂的眼神，一瞬间，杀手黎奴变得像小孩一样无助起来，泪流满面，抱头痛哭。脑海里回忆起因又是夹皮儿，为了给他混一口饭吃，将自己卖了的阿姐，正逐渐和那个亲手被自己杀死的女人重叠起来。黎奴曾经找了他很久，他感觉自己现在要疯了。在黎奴的心里，阿姐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姐，是比自己性命还重要的人啊。黎奴颤抖着从最贴近心口的位置掏出了郡主刚在牢房扔给他的簪子，也是那根让自己害了阿姐的簪子。只见那簪子虽年代久远，却依旧雪亮剔透，价值连城，足以看出历代主人的珍惜。簪头上刻着栩栩如生的蝴蝶，即使断了一角，依然被很好的用金边嵌接起来。他看了眼还在沉睡的沈沉宇，长乐郡主是他的主人，更是他的天上月，他绝望了，他已经完全顾不上我了。我一没有管昏睡的沈沉宇安静绝美的睡颜，看不出丝毫很立正。
边还插着一束黎奴采来的沾满清晨露水的鲜花，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黎奴和沈晨瑜一定会死。于是我心情大好，漫步离开，精神上的摧毁才是杀死沈晨瑜最美妙的方式，如此，因他这样的结局才值得我以身犯险，以命相搏。伴随着大雨，一切终将结束，而我的前世将再无遗憾。在回宫的途中，大雨如瀑，打湿了我的发，阻碍了我的视线，抬眼望去，郑队长焦急寻找我的裴之奇，他上前护住了我，给我擦掉脸上的水珠。小昭，你支开了我给你的所有侍卫。他颤抖着说着，还好你平安，我害怕极了，我以为我又要失去你了。他闭了闭眼，在雨幕下紧紧抱住了我，仿佛下一刻我就会消失。最近我总是做一个梦，梦里的你早早被害死，那个世界的我绝望的几乎疯魔。说到此处，裴之奇的神色早已不复往日温柔，您约还带了一丝偏执。随即他突然低下头发，狠似的吻我。小昭答应我不要离开我，更不要再以身犯险。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终我心甘情愿点了点头。好，阿奇，我应。你陪着其登基为帝立我位后，我见到了我的亲人们，他们和记忆里相比苍老了不少。父亲老泪纵横，母亲感慨我已经成了大姑娘，哥哥们也都红了眼眶。他们和孟嬷嬷一起重新送我出嫁，这是属于我第一次意义上的大婚。凤冠霞帔10里，红妆洞房花烛夜。当裴之奇想要更进一步时，我突然很不给面子的干呕。太医诊断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孕，算算日子，应该是马车那日的情不自禁怀胎。10月，我生了一个女儿裴之奇，给她取名念安。他说：1愿小昭安好顺遂，2愿女儿平安喜乐，3愿我大宁，百姓富足安宁。我不由得庆幸，这孩子顽强的生命力，生生熬过了先帝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利剑，同时也懊悔自己当初为了杀死皇后和沈晨瑜，不惜以命相搏，将她置于危险之中生产。那日，裴之奇不顾一切冲进产房，紧紧握住我的手，而我似乎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里，我以灵魂状态飘在裴之奇的身旁，看见前世的他杀害死我的所有人。除了沈氏，全族徒手在乱葬岗挖了3天3夜，终于找到了已经腐烂满身血污的我的尸体。他虔诚地吻了吻我的眉心，颤抖着为我穿上华服，替我梳妆描眉，把我重新打扮成最美的姑娘。不顾群臣反对，历死却多时的我为后3000台阶祈求上苍，望我来世圆满安好，最后竟一杯毒酒训了我，躺在我的身旁，重来一世。原是上苍垂怜，竟没想一直是他。原来早在前世，他就将他的一切给了我，我却毫不知情，还好是前世梦。梦醒，他在我们都还在成为奇招后，我因姑姑之死，总是怀疑男女情爱是裴之奇给了我重新爱人的勇气和能力。我虚弱起身吻了吻身旁，正焦急不已的他，情不自禁地喊他名字。他答：小昭，我在的一直都在，只此一句便已足够。正如那年梨花素下的那个缠绵之吻，其实早已乱了我的心。前世裴之奇，他自小技艺非凡，5岁以前，他原本是有母妃的。他记得他的母妃很温柔，还会给他唱歌，哄他睡觉。原本这太子之位是轮不到自己的，可父皇没有其他儿子，因为其他皇子刚出生就夭折了，有的甚至都没出生。可自从他当上太子后，一切就变了。他的父皇放任皇后杀母夺子，只因他母妃出生低微死了便死了。他亲眼看见是被皇后让人勒死的，但他不能声张，还要认贼作母，甚至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还记得有关生母的一切。10岁那年，临近母妃忌日，他以练剑为由，跑到靠近成干宫的小河偷偷哭泣，只因这里离皇后的凤仪宫最远，哭着哭着就哭了睡着了。结果醒来发现身旁堆满了奇怪的糕点，还有一个扎着2个小揪揪的小女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原来是成干宫主位宋皇贵妃的小侄女，她的小未婚妻宋昭小哥哥。我娘说难过就多吃糕点，甜的吃多了就不苦也不哭了。她已经很久没吃甜的了，只因皇后说太子是储君，不可与平常小孩一般。那天小宋昭赛给他的点心被他吃了个精光，这是他和宋朝的初遇。后来宋家被皇后母族沈家诬陷通敌，杨贵妃用死换来了宋家的一线生机，但代价是整个宋家流放边疆，永不回京。年幼的太子无法反抗，沈氏一族和自己的父皇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小姑娘消失在自己的世界。小姑娘死去的噩耗传来时，他差点就死了。他失去了母妃，又失去了宋朝，他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阴间太冷，他想要去陪她。好在上天垂怜病重时，他看到了来为他裁衣的小姑娘，虽然她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模样，但他一眼就知道她就是她。他挺了过来，因为他想要保护她。从重新找到他的一刻起，他的一切他都知晓，哪怕他已经不记得他。后来长乐郡主给他下药，他意外占有了他，他不愿嫁他，那便放他走，远离纷争，不会束缚在宫墙之下，与沈氏一族和父皇的博弈九死一生，稍有差池，满盘皆输。他想等他为宋家沉冤昭雪后，他依然会是那个快乐无忧的小姑娘，余生平安喜乐，哪怕再无交集，他将会有很好的人生。
他不爱她，那以后他便以兄长名义送她出嫁。可世事无常，在他去边疆接宋家回京的路上，这小姑娘被人害死，明明差一点，她就可以是全京都最幸福的女郎。佛寺有3000台阶，年轻的帝王一阶一阶的磕头，一步又一步的跪了上去，磕得鲜血淋漓，直到点燃了长明灯，将用一切来换他来世顺遂安宁。悲悯众生的僧人不忍垂眸望他佛祖慈悲，允他至此，以今生全部受缘为代价，换一个扑朔迷离的转世未来。沈沉鱼自出生起便被封为长乐郡主之一，因她是沈氏一族的嫡女，她的姑母更是大明皇后名义上的太子之母。她的母亲也是范阳世家的卢氏贵女，虽然母亲早逝，但又是母亲，还在时边告诉过她，她是沈沉鱼氏，沈氏一族的骄傲。的确，她有着一切傲人的资本。她会所有世家女都会的，琴棋书画烹茶调香，也会他们不会的骑马射箭，很多男子都不如她优秀。皇后姑母曾经说过，要是她为男子，他们沈家在世家之中一定会更上一层，可惜她是女子沈家的女子，想要权势，唯一的办法是联姻。作为大明第一美人，她有着让一切男子都着迷的美貌和资本。她，长乐郡主沈沉鱼生来叫嫁最有权势之人。她姑母是皇后，那么她就要是这大明王朝的太子妃，从小没有她得不到的东西，除了太子裴之奇从未正眼瞧过她太子，从小就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即便死了，却依然不愿意娶她。她向来离经叛道，于是她便给她下了药。可笑的是，太子宁愿碰一个星号且姿色平庸的宫女，也不愿意碰她陷入疯癫，甚至想杀光所有觊觎太子的人。后来太子和陛下处处打击沈家太子，想要报复当年杀母之仇。沈家举步艰难，被迫谋反，成王败寇，沈家败了皇后，姑母也死了。她想上，作为世家贵女，输了便是输了，但哪怕是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明明白白。她有沈家嫡女的金贵，更有作为沈沉鱼的骄傲。她沈沉鱼从不惧生死，但她没想到有人傻到逃走了，还会特意来救她李奴，不是她在皇宫外捡到的，因她长得好看，便随手挥鞭亲手杀了那些欺负她的人。至此，黎奴就一直跟着自己，赶也赶不走。知晓他姓李，又想起自己前不久刚死的狸猫，于是喊他黎奴，这一喊便是10多年。至于到底叫什么黎奴，原先是说过的，可他忘了，也懒得在乎。对于他来说，黎奴是自幼时就一直跟着他的最忠诚的狗，也是他用的最顺手的一把刀。但天性凉薄的他，头一次发现自己竟还会在意这个奴隶的死活。地牢里，他想让他滚有多远滚多远，别管自己，就连平日自己最珍视的母亲遗物，他也随意扔给了他。这个簪子，本郡主现在赏你了，你去卖掉，换些银子，你滚吧，别来找本郡主了。但是黎奴第一次忤逆他，也是最后一次忤逆他。黎奴打晕了他，并带走了太子最宠爱的侧妃宋昭，想要用宋朝来换他一条生路，可殊不知这是他们两个的绝路。他至死都没有弄清楚自己对黎奴究竟是什么感情，只知道在得知是自己曾让黎奴亲手杀了一只苦寻的姐姐后，他觉得一切都完了。他看到他母亲的遗物，也就是曾因此迁怒于沈园的那个簪子，正狠狠地插在黎奴心口时，他第一次蒙住了这个星号应该杀了他才对，怎么能杀了自己呢？他不懂，正如他也不懂自己为何也用那根簪子在同样的地方插进了自己的心口。意识消散之前，他想起了那个星号的名字，李满、李元、李满，他和他姐姐这一生拜自己所赐，真是一点都不圆满。原来他这一生唯一的上古经历是恶果。